舍友不在，机会难得，起飞！计藏于肾，过三焦，以固全身，内而脏腑，外而肌凑，无处不到。我操，这是给我干哪儿来了？还是国内吗？李岩，谁让你在传功大殿脱裤子的？你要拉屎吗？我操，我不会穿越了吧？检测到宿主穿越到罗浮修仙界，当前宿主身份为一个还没开始修炼的小白。小白，我靠，这不废了？医保卡不得被那些修仙者打欠费了？恭喜宿主觉醒鸿蒙道祖系统，颁发终极奖励鸿蒙经书，逆天悟性。听着好牛逼的样子啊！系统爸爸救我！本系统任务完成，打卡下班，拜拜啦！这完了？不是系统，有你这么不负责任的吗？恭喜您倾听修士讲道对于气的理解，领悟根本修行法门摒气诀。我靠，这就悟了？我听傻了，我怎么不知道？还敢忽视老夫？你可知道有多少人求着让老夫开坛讲道，老夫都不愿意。本座看你是翅膀硬了。等一下，师长，弟子不是走神，是顿悟了。林岩，师长连引气诀第一遍都没念完，你如何顿悟啊？师长，我看林岩就是昨晚和无耻姑娘相处的流连忘返，这人才胡言乱语。我提议把林岩挂树上，让他清醒清醒。那你就给老夫说道说道。你要是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，气者生于天地之间，可藏于肾。引气入体，老夫一遍都没讲完。这小子到底怎么领悟的？天才呀，必须把他忽悠，收为老夫的弟子。你们是老夫带过最差的一届，引气化体不算什么，能化气而出，才勉强算是中层资质。我靠，系统让我领悟的什么东西啊？还真是小母牛坐飞机，牛逼上天了。师长，您说的化气而出是这样吗？刚讲的气之初解就能化气外放，这是什么妖孽？不行不行，不能让他太骄傲了。还行吧，勉强算是中层。今日本座心情好，你若是愿意拜入本座门下，本座可再教你2手。县长，他不愿意拜您为师，我愿意啊，要不你也勉强收了我啊？出去！平日里想拜本座为师的人，能从仙霄宗排到北海万龙宫。本座还是一名炼丹师，成为本座的弟子，别的不说，丹药管够。炼丹师？小说里炼丹师都是大人物。弟子林岩拜见老师。从今日起，你就是老夫的入室弟子。老夫还要继续讲道，先让你小师姐给你进行单独指导。弟子青衣见过师尊。青衣，这是你小师弟，你先带他去内务殿更换身份令牌，指点一下他基本的修行。本座传道结束后再去寻你们。是。
小师弟，跟我来。小师弟，这就是我们的长老峰了，漂亮吧？你管这叫疯？好浓郁的灵气。林师弟，这里是七师姐培育的紫竹林，有凝神静气之效。林师弟，这温泉连着仙霄福地的地脉，能帮你洗精伐髓。师姐再教你一卷法门，加快修行速度。好。此法名为龙吸水。老师说这法门是借鉴北海龙族吸收日月精华之法推演而出。你听好了，抱元守一。恭喜您，今天师姐指点之后，龙吸水达到完美之境。林师弟，学不会不用着急，就连师姐我这种天才也学了1个月。这对吗？9条金龙，这还是龙吸水吗？林师弟听一遍不仅学会了，还超过了我3年所学。气中丹田，我晋升炼气境了。师姐，你刚刚说什么？你学了多久？哼，老师果然没骗我，我资质太差了，难怪连一条狗都打不过。紫竹林怎么有这么大的灵气波动？难道是青衣那小丫头突破了？老师收的弟子一个比一个变态，等青衣丫头晋升金丹，再想欺负她就难了，得珍惜啊！青衣丫头，不是你在突破？哎，这是又来新人了？是小师弟，小师弟天赋太高了，仅仅1天就领悟引气入体，突破炼气1层了。这丫头，师傅忽悠瘸了。想当年我也是被忽悠的10年不敢下山，生怕被人做成烤全狗。师姐，这是……小子，我是你12师兄，你也可以叫我黑月12。灵言，见过12师兄。不错不错，很有礼貌。不过我们这一派入门的弟子都要和师兄师姐们过2招，老师也好因材施教。这师兄，我还没学过打架。这有何难？师兄我这儿有一式黄品功法，厚土如山印，保证以后谁也欺负不了你。厚土如山印，就以气化印，修行到极致，可让自身如同厚土神山，坚不可摧。恭喜您，在狗师兄的指点下，成功将厚土如山印修炼至完美之境。嘿，傻小子，这可是传的扛揍法门，等你学会了，师兄我就可以放开了揍你了。小师弟，你这天赋不行啊！想当初老师不过教了我1遍，我就能做到体腹金光。成了！好小子，快快快！师兄，我已经迫不及待要走，和你切磋了。师兄，我还没有攻击的神通，那不是和沙包一样，只有挨揍的份。我还想学一门攻击法门。小师弟，师兄压制境界后，最擅长的就是一套指法。师姐我刚好会一套克制他的掌法。教呗，你那套行云掌是玄品上阶法门，小师弟短时间又能学会多少？小师弟，行云掌是水属性的攻击法门，讲究的就是水的柔和，连绵不绝。恭喜您，倾听了师姐的修炼心得之后，将行云掌修炼至完美之境。师姐，我学的差不多了，
好，走，小师弟，我们到外面来。12师兄，刚刚青衣师姐可是说行云掌刻着玄黄纸，你不会以全胜姿态打我吧？你放心，你师兄我是有节操的狗，我已经把修为压制到炼气1重。好，那开始吧。有，小师弟，你又有什么事情？师兄，若是我把你揍了，你不会出全力揍我吧？小师弟，你看不起谁呢？你要是有本事揍我，以后见到你，我叫你师兄。那我就放心了，可以开始了。厚土如山印。12个，厚土如山印不就1个吗？这小子从哪儿偷了11个过来？行云掌。这是行云掌？不对吧？再来！I feel the pain and anger, wicked monster losing control. I'm ready for a battle, like a shadow, blood my soul. Burning it up, heavens let it fall. 行云掌，玄黄纸，小黑和青衣又打起来了。等一，行云掌。不打了，等一。12师兄，真的不打了吗？我感觉还没过瘾呢。不打了，不打了，我不打了。太欺负狗了。这小子到底是什么妖孽？一天突破炼气，还学会了行云掌和厚土如山印，而且不仅学会了，还练变异了。见过老师。无需多礼。老王，你收的弟子是越来越变态了。炼气修为就能压制小黑的，肯定能碾压玉明子的弟子。一想到玉明子那老东西丢人，我就兴奋。老王，你这弟子借我去参加五行宗玉明子的收徒仪式如何？苏长老，这我倒是没有意见，不过你要问一下林岩自己的想法。林岩，这位是外务殿的苏星河苏长老。弟子见过苏长老。好，小家伙，有没有兴趣来老夫这儿当几天弟子？这小家伙，明天老夫要去参加一场拜师仪式，你过来给老夫当几天弟子如何？这苏长老，弟子资质只是中成而已，而且修行时日尚短，修为低下，所修法门太少，弟子怕出去给老师丢人。我都表现得这么明显了，苏长老应该懂吧？这简单，只要你答应，老夫就传你几套法门。从现在开始到明天，你都可以在老夫身边学习。你要是不满意，也可以提条件。此话当真？1个晚上而已，撑死了学1、2种黄品法门，赚大了。发财了！1晚上足够我把苏长老所有神通法门学会了。老夫今日就留在紫竹林教你法门，只要你学得会，老夫的绝学都可以教给你。去吧，多学点，别让人占了便宜。是，师傅。苏长老还不知道林师弟的悟性，怕是要被榨干喽。走，跟我特训去。修炼10多年，
连第一天入门的新人都打不过，丢人。小子，我看你已经将行云掌修行到了刚柔并济的地步。老夫这里有一门玄品上阶身法，同样是水属性，你学起来应该会很灵了。此功法是一门身法，名为踏浪，一旦修成，可以天地为海，一起一伏，无踏浪而行。恭喜您，踏浪身法修行至完美之境。这小子就算再天才，随便一招半式，也够你折腾到明天了。身随玉藻，手法由心，这小子才练了一遍，早已经比老夫还高。苏长老，要不我们下一卷？好，下一卷。老夫教你一套地品法门，此法为剑诀，名为覆水剑诀。一旦修成，剑势如覆水倾泻而下，密不透风，乃是群攻的不二法门。此剑诀并无经文，只有招式，看好了。可记下了？记住了，不过还未完全体会，劳烦苏长老多来几遍。好。恭喜您，关坎长老舞剑将覆水剑诀修炼到入门，大成，完美。不愧是系统，只是看几遍就到了完美之境。怎么样？还要不要老夫再来几遍？不用了，弟子想要自行体会一番。好，有不懂的可以直接问老夫。地品法，我就不信你小子还能看一遍就会。什么？这就悟出精髓了？而且怎么还变异了？恭喜您，以覆水剑诀悟出剑道真意，剑道入道。苏长老，弟子又学会了。您要不教我点有难度的，比如您的绝学？一学就会，一会就完美。这小子是什么妖孽？如今不过才过去半个时辰，照这么下去，不用等到天亮，老夫的底裤都被他扒干净了。不行，老夫的一世英名不能毁在这小子手上。我给你来一门连老夫都没学会的法门，我就不信你还能学会。一言，老夫手里还有一法，你若能练成，绝对比老夫的绝学强。这法门是老夫从一个渡劫修士的坟头留下的遗迹寻到的，虽然无法判断等级，但既然是渡劫大能留下的，定然不凡。当然，学起来也是困难重重。弟子想要试一试。这法门，老夫可是参悟了几百年都没学会，我就不信你还能在短短1天不到的时间内学会。不对啊，这根本不是法门。不可能，这法门虽然难学，可却实实在在是一句神魂法门。一言啊，学不会的话不用勉强，你要是喜欢这经文，老夫给你留下慢慢体会。弟子的意思是，法门藏在经文里。您看，这是啊，这是元神诀。苏长老，这元神诀是什么法门？元神诀严格来算并不是法门，它是天地间所有神魂之法的总纲，天下神魂之法都是参悟他悟出来的。没想到老夫数百年都看不透这元神诀的奥妙，却被你一眼看出。或许这就是所谓的机缘吧。这既是弟子的机缘，也是苏长老的机缘。
元神诀居然就100多个字。恭喜你体悟元神诀神魂之道入道，从元神诀中领悟神魂法门红炉经。这小子只是看一眼，就领悟出了神魂修行之法。多谢苏长老指点。如此，老夫欠你一个人情。法门本就是苏长老的，弟子如今已经学了这元神诀，物归原主而已，何来的人情？王师道还真是收了个好徒弟呀，也不知道那老小子走的什么狗屎运，怎么绝世天骄都往他门下钻？老夫真怀疑他是不是有个叫收绝世天骄为弟子的特殊体质。不过接下来几日你也是老夫的弟子，也算是有了几分师徒情分。老师，我们什么时候出发？前往五行宗。你准备准备，我们就出发吧。是。小师弟，老师，师姐。苏长老，你借1个弟子也是借，借2个弟子也是借，青衣也跟着你去一趟五行宗吧。那感情好啊！弟子多谢老师。为师原本不让你下山，是怕你年少扬名，容易看不清自己，日后少不得各种麻烦。既然决定了下山，记得万事多留个心眼儿。若是与人争斗，打得过就打，打不过就跑，活着才有未来。弟子记住了。那我们就出发吧。我勒个洞，仙宫！一言青衣，本座就在这亭子里控制小仙霄殿。仙霄殿里的洞府，你们随便选。到地方了，老夫叫你们。好，那我和小师弟就自行寻找洞府修炼了。小师弟，以我们的修为，级别太高的洞府可进不去。这玄品洞府，灵气醇厚又稳定，就够我们修行了。这2个紫竹蒲团，纹理细密，蕴含着淡淡的竹灵之气。我们一人一个。好。观看正文，心有所感，正在体悟正道。恭喜宿主成功体悟正道之原理，正道入道啦！所谓的正道，就是以正文为媒介，引动天地之力。仅仅只是入道，这些正文我就可以随手勾勒出来。青衣、林岩，我们到地方了。小师弟，你炼气3重了。小心，多亏了此地灵气足够浓郁。你的天赋太可怕了。我们出去吧，已经到五行宗了。丑老鬼，老夫还以为你不敢来了。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新收的弟子，叫王轩，今年16岁，入门半年，炼气4重修为，怎么样？不错吧？半年才炼气4重，小师弟2天就从炼气1重突破到炼气3重了，是有啥好炫耀？这2个都是老夫的弟子。青衣入宗3年，筑基圆满，只差1步便可突破金丹。林岩入宗不到半个月，炼气3重。我呸！你们仙霄宗上次招弟子还是半年前，这林岩入门至少也半年了。你个老糊涂蛋，
吹牛不打草稿。林岩是老夫半个月前在山下捡回宗门的，不行。真以为你是王师道，去哪儿都能捡到妖孽弟子？我看你是为了面子，故意吹牛皮罢了。废话少说，老夫大老远从仙霄宗过来，你就让我们在门口站着？这就是你们五行宗的待客之道？那怎么会？老夫这次可是特意为你准备了圣品洞府，保证让你满意。你这老不死的，向来小气刻薄，会好心给我准备圣品洞府？我看你是没安什么好心。你跟我来就知道了，保证不会让你失望。还真是圣品洞府。老家伙，你不开门还等什么？开不了，这是老夫自创的九子连环锁，里面有9重大阵。很不巧，要是前几日遗失了，苏老鬼，你想进去，就只能把这锁破了。府内9道阵法相互勾连，牵一发而动全身，想要破解，需要浪费很多时间。这老小子真会给我出难题。这阵法有那么厉害吗？我看着也就一般般啊，要不是修为不够，我都能直接破了。这老小子怎么吹得这么厉害？老师，我能破。老师，其实我们有个省时省力的办法。什么办法？还能这样？玉明子，老夫再问你一遍，这阵法的钥匙真的丢了，我劝你现在开门还来得及。丢了，还是那句话，你要是破不了就认输，老夫带你去别的洞府。老夫要是真换了洞府，用不了2个时辰，全天下就该疯传老夫阵道不如玉明子。来人呐，大家快来看！明子这老不死的，请老夫过来参加拜师大会，结果连个住处都没有，这就是玉明子的待客之道啊！误会，各位别当真啊！我和苏老鬼闹着玩呢。老东西真不要脸，多大岁数，居然用泼妇骂街的招数，这要是传出去，老夫丢人丢大了。要是没丢，老夫现在就给你开门。开门就行了，老夫刚才可是给过你机会，还想如何？叫义父。你休想！大家快看，义父！好，孩儿乖，来给义父开门。老匹夫，老夫早晚到了你！乖儿子，一会儿记得让人给义父送一些灵果灵茶过来。若是东西不好，义父可该找几个道友评评理了。哈哈哈哈！好小子，多亏了你，老夫和玉明子明争暗斗上千年，第一次赢得这么痛快。气杀老夫！王轩，弟子在。老夫今日丢了那么大的脸，明日拜师大会上的夺宝仪式，你若是比不过林岩，就自己去面壁吧。老师放心，明日的夺宝大会，弟子一定全力以赴。原本老夫还以为要等明日的夺宝仪式，才能给玉明子上眼药，没想到提前赢下了一城。什么是夺宝仪式？刚开始修行不知道正者，夺宝大会是拜师仪式的彩头，所有参加拜师大会的修士，一人派出一个修为不高于王轩的弟子，去和王轩争夺玉明子准备好的宝物。只要夺得宝物，那宝物就是你的。不过玉明子向来不老实，你明日可要小心。老师放心，明日弟子自当全力以赴，
争个第一回来。弟子还有一事想向老师请教。你说。弟子对阵法颇感兴趣。那你还是别感兴趣了。你如今实力尚弱，阵法对你没多大帮助，而且阵法一道需要大量时间和极高的悟性才能领悟。你这种天骄，应当以修行为主，切莫浪费寿元。悟性高不高的和我这个开挂的有什么关系？师姐，你说若是老师的话，他会怎么做？老师才不会管这些。老师常说，徒儿们无论什么道，只要感兴趣、有信心，就去学，而且不可半途而废。老师，弟子还是想学习一下阵道知识。倔强，还真是你们这一脉的传统。这是基础阵文宝录，其中记载有罗浮世界129600多种基础阵文，是所有阵道修士必修的典籍。拿去看吧。小师弟，这是信息玉简，用神魂之力就能观看里面记载的信息。多谢老师。苏前辈，弟子冷清月给前辈送上灵果和灵茶。能调理五脏的五行灵果和五宝茶，玉明子还算是识相。你是内务殿长老王禅的弟子吧？筑基期绝代榜排名第10的天骄，他倒是收了个好弟子。前辈说笑了，都是虚名罢了。绝代榜是什么？绝代榜是天机堂打造的战力排名榜，从筑基开始，一境一榜，每一个榜单上都有100人，代表着这个境界的最强。还有人弄这种东西？天机堂最擅长收集情报和经商，他们公布的榜单极为公道，所以每年都有数不清的修士挑战榜上修士，扬名天下。清月师姐，你排名第10，是不是很强？能不能和我打一场？师妹青衣第一次下山，还未曾与人交过手。青衣师妹，你若是想挑战绝代榜上的师兄师姐，最好是从50名以外开始打，再往前，每一名的实力都是质的飞跃。啊，我只能打50名开外吗？我的资质果然很差。清月师姐，请问黑月12在金丹绝代榜上是什么排名？黑月12师兄出山时就是金丹，后来以金丹7重修为，横压天下，如今已经稳坐榜首10年了。那条大黑狗都那么强，那青衣的实力也不弱呀。只是我太牛逼了，让他误以为自己很菜。清月师姐，你就和我打一场吧，我是我们这一脉天赋最差的了，就连刚加入的林岩小师弟，天赋都不知道比我强上多少。我是真的想知道和你们这些天骄之间的差距。师姐，要不还是算了吧，万一你把冷师姐打伤就不好了。林岩师弟，你在口出什么狂言？这位小师弟，你大可放心，就算你们两个一起上，也伤不到我。你们还是不太清楚绝代榜前10的含金量。有自信是好事，但修炼还是要脚踏实地。这清月师姐，你真的不一定能打得过青衣师姐。好了，不要说了，青衣师妹，你尽全力出手，放心，我会控制好，不会让你受伤的。那青衣师姐，你记得手下留情啊。那你们就在这里切磋一下，有这个阵法在，就算金丹在里面打滚都没事。多谢苏长老。林师弟如此自信，青衣的天赋应该也不会差，我等会稍微认真一点，不过也不能让青衣师妹受太大的打击。青衣师妹，你先出手吧。唉，好言难劝该死的鬼，这种被打一顿也就老实了。好，师姐得罪了，行云掌。什么？五行八卦印！这是什么怪力？不可能啊！他一个刚跨入筑基期的人，怎么会爆发出如此恐怖的能量？清月师姐，
你没事吧？真被这小子说中了。千一师妹方才说自己天赋不如那个小子，那小子会强到什么程度？他们都是变态吗？我这么强？千一师妹，我认。千月师姐，你怎么可以放水？你这样是看不起我。我没。再来。千月师姐，都跟你说了，别让着我啊！再这样我真生气了。青师姐，你快住手！你再不住手，就要打死他了。我认，我不打了。小师弟，苏长老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师姐，有没有可能清月师姐没放水，你还说人家让着你，还要生气，人家能不委屈吗？啊？怎么可能？我就是一个战五渣，清月师姐可是绝代榜前10的人物，没让着我，我怎么会赢？君一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其实你不弱，是王师道在骗你。你黑狗师兄那么强，你能和他同境界打得有来有往，怎么会弱呢？啊？老师为什么骗我？之前老师不是说了吗？怕你少年扬名，心境跟不上。不过如今看来，怕是有些起反作用了。啊！原来我这么强，我不是小菜鸡。不行，我要去找清月师姐解释清楚，给她道歉。林岩，明天你还有一场硬仗要打，先去休息吧。老夫还要去见一些故人。是。一晚上学习了3000道正文，我的实力又突破了，达到了炼气4重。林岩，走吧，比试开始了。好的，老师。陆星河可以呀，门生不想的就让自家弟子打上了筑基绝代榜前10，你这是铁了心的要给玉明子上眼药啊！炼气4重，绝代榜前10，还装呢？今日一早，筑基绝代榜就更新了，原本第10的冷清月跌到了第11名，你的弟子青衣取代了第10名的位置。不过你个老东西倒是鸡贼的很，还向王师道借弟子。老夫估计你身边这个弟子也是借来的吧？什么叫借？这是我们一同收的弟子，不行？好你个苏星河，知道不是我的对手，还借弟子，你能不能要点脸？不对，这小子炼气4重了，那又如何？真的你也愿意叫我一声老师，你能把我怎么样？你不要脸！我从未见过你这种厚颜无耻之人。哎，你现在就见到了，老夫凭实力借，有本事你也借一个呀！你，五行宗外务殿殿主玉虚道君，天机堂天眼道君到。道君，这是渡劫强者。天眼老怪怎么来了？见过天眼前辈，玉虚殿主。月明子，老夫不请自来，莫怪啊。晚辈不敢，天眼前辈能来，这是晚辈的荣幸。天眼前辈，玉虚殿主，请上座。月明子，实不相瞒，老夫今日来这里，除却恭贺你喜得家徒之外，
老夫还想让我这弟子也参加夺宝大会。炼气五重，前辈，这有些不合规矩吧？老夫不是坏规矩，老夫是想把这夺宝大会的规格提一提。您的意思是，点九宝灯？老夫正是此意。若是如此，老夫没有意见。老师，点九宝灯是什么意思？玉明子长老怎么看着如此兴奋？九宝灯是我们修行界最高的夺宝仪式，一旦拜师仪式上有人点九宝灯，那就是给足了面子。玉明子这次赚大了。既然如此，还请进出夺宝台。老夫这就为你点上九宝灯。前辈稍等。这是我。今日本座也来凑个热闹，点九宝灯，以助仙运昌隆。自然神宝、青铜琉璃铲、神品奇珍、九转魂莲，还有九霄剑匣。老师，这些都很珍贵吗？当然，自然神宝内蕴自然大阵，可防御，也可辅助修行。九转魂莲是修炼神魂的神药，九霄剑匣有九霄剑仙留下的传承。不愧是天影道诀，这手笔够大的呀！老夫点了这九宝灯，就由老夫定下新的规矩。今日这夺宝大会，诸级之下全可参与。好！宗主，立刻下令，让我五行宗内所有炼气九重、炼气圆满弟子齐聚玉明峰。九霄剑匣出世了！什么？九霄剑匣出世了？这是五方仙。老师，五方仙又是什么？五方仙代表的是五行宗最强的5个人，他们身居至纯的金木水火土五行灵根，修行五行大道诀，5人联手大成可屠仙。连五方仙都来了，生儿，一会儿的夺宝大会，你上去溜达一趟就下来吧，这已经不是你能掺和的了。师傅，不说于任何人。唉，傻孩子，等你上场你就知道了。师傅，这九宝，弟子也想争一争。炼气5重对战炼气9重，胜算太渺茫了。不过你想去就去吧。苏老鬼，看见没有？五方仙联手可屠仙，懂不懂什么含金量？劝劝林岩，别上了，免得小命不保。哼，不过是区区一个炼气期弟子的夺宝仪式，居然连五方仙都派出来了，我就没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。唉，林岩啊，你要是有个炼气7、8重的修为，哪怕五方仙出世，也有取胜的机会。可惜你如今只有炼气4重。老师放心，打得过就打，打不过就跑呗。哼，看我庄堂阴他们一手。夺宝仪式正式开始。祖宗差别也太大了，根本不是一个层次。果然，五方仙太强了，我们带来的弟子连跟上都难，更别说夺宝了。不对，那是谁家弟子？好惊人的身法！什么？林岩修为比我还低，为什么他的速度比我快那么多？这是仙霄宗的踏浪身法，一个炼气4重的弟子，如何将这踏浪身法修行到这等地步？这位师弟身法不错，但是今日这夺宝大会不是你区区炼气4重能掺和的，下去。怎么可能？炼气4重一指击败炼气9重，这是谁家弟子？这自然是老夫的弟子，长脸太长脸了。你们几个拦住他，为五方仙各师兄争取时间。这位师弟，还请止步。今日这九宝五方仙势在必得，挡路者
必死！五行法挂印。玉明子，你们五行宗太过分了吧！一绝炼气9重，围攻一个炼气4重，谁规定这夺宝大会不能围攻呢？脸都不要了！人打不过不要硬撑，回来吧。后无山印。我操，这对吗？后土宗的后土如山印不就一枚印玺吗？他从哪儿又搞出来11个？这小子不过是区炼气4重，硬扛数名炼气9重弟子的攻击不死，居然还利用他们的攻击加快速度，一个蹬倒。这小子有两下子。12师兄没白教我，这后土如山印果然硬得很。收！原本以为这酒宝必然是五行宗的囊中之物，没想到冒出了一匹黑马。没那么简单，海域内无法将酒宝收取到空间法宝之中，目的就是为了不给身法快的人占尽好处。真正的夺宝才刚刚开始。收！居然不能收进空间法宝，看来还是得打呢。这位师弟，你不可能带走酒宝，就此离去吧。以你的境界能走到这里，足以自傲了，就此离去吧。苏星河，劝劝你的弟子，能登岛已经是莫大殊荣，接下来的争夺战不是他一个炼气4重的弟子能参与的。无妨，我的徒儿惜命如金，打不过他自己会跑的。各位师兄师姐，师弟太想进步了，还希望各位师兄师姐能手下留情。既然如此，那别怪我们不客气了。五行宗，我方仙，御龙巡天。这门还是阵法师，我来和你打。我也来。父女剑诀。和金星神光，落阴剑，分。到底是剑诀还是阵法？阵法不都是要提前布置的吗？剑阵相合，这小子用阵法将海域内的水汽调集起来，组成了这个水行阵法，来为自己提供力量。这小子的剑道阵道天赋，老夫平生仅见。还来吗？诸位，这位师弟，单挑独斗，我们未必能胜，可我们5人联手，乃同境界最强，必败无疑。你现在离开还来得及。同境界最强，我打的就是最强。王仙落位，朱雀起。后土如山印，起！预言，我要给他们落位的机会，一旦他们落位成功，无人可敌。无人可敌？那我偏要看看怎么个无人可敌。完了，五方仙落位，
铜镜之内无敌。若位又如何？五方仙已经成型，星兽诞生。难怪说五方仙联手可以大成智力图仙，林岩怕是要输了。林岩，倾尽你一切的力量吧，我们会让你明白，仙凡之隔如天渊。麒麟踏天！倾尽全力，希望你们能让我打个痛快！什么力量，竟然撼动了老夫的大阵！你也看到了，你力量虽强，却连我们的防御都破不了。说你手中有剑，我们还惧你3分；可你手中无剑，如何与我们争锋？谁说我手中无剑？这些剑等级太低，即便被你牵引而来，也不堪大用。认输吧。林岩，我有一剑，可借你。这位师妹，夺宝大会本身就是凭本事夺宝，你若是有本事把你的飞剑送进来，我们自然无话可说。哼，我就不信了，我打不过你，连一把剑都送不进去。这位师姐，算了吧，再这样下去，你就要受伤了。可是，师姐放心，我还有剑。师弟别说笑了，你若是剑道有剑，还需要用这些凡品长剑攻击我等？吾之剑道，一花一木，一草一叶，皆可为剑。哪怕什么都没有，亦可凭心中之剑斩仙屠魔。剑来！剑下将开，这小子有剑仙之姿，而且他的剑已然入道。我天机堂得九霄剑匣已有数百年之久，即便是最精彩绝艳的剑修，也难以打开九霄剑匣。如今他竟为林岩这剑意所动，宗主，我似乎明白你为何要让我来这一趟了。出城，绝对不能够让他开剑匣！五行合一，五行合一，五行合一。拜你们何须剑匣？斩！这一名炼气4重弟子夺得魁首。老师，弟子侥幸拿了个第一。林岩，
灵岩，灵岩，太厉害！练气4重的修为就能打赢五方仙。我也要努力修炼，将来和灵岩一样夺魁首。我连中仙岛都没到，他已经击败五方仙了。修为比我低，一人独占数千修士，还将联手的五方仙击败了。玉明老头儿，我这弟子如何？运气好，运气好！老师，对不起，是我让您失望。不必，如此看来，林岩已非一般人能比，你大可不必自责。这小子的天赋着实可怕，将来或许连王师道大弟子石惊仙都不是他一合之敌。林岩，你有没有兴趣来我们五行宗？我向你保证，一定把你当未来宗主培养。林岩，别听他的，你刚蹂躏了他们年轻一代，明显他们培养弟子方面不怎么样，不如来我们天机堂。两位前辈，你们这就过分了。快，我们赶紧跑！这老东西，有必要跑那么快吗？我五行宗还能硬抢不成？这小子太妖孽了！如果被抢了，王师道还不得和我拼命？老师，咱们这就跑了？你小子把人家五行宗年轻一代都打自闭了，难不成你还要拿着那九霄剑匣在五行宗内溜达一圈？真不怕被人打死？也对，九霄剑匣出事的消息，怕是已经传出去了。走慢一点，估计要蹦出来一堆问你赏剑的剑修，甚至连大成都有可能过来。到时候你给不给人看，还能挨个应付，还是回宗门内安全？懂了，懂了。林岩，把你的酒宝全都取出来，让老夫见识一下。老夫顺带着教你怎么用。好的，老师。青铜琉璃铲是自然神宝，用灵气催动就行。你体悟阵道的时候，催动着青铜琉璃铲，就会有自然大阵，阵运加深。弟子试试看。这就是青铜琉璃盏自带的琉璃神阵了，其中的琉璃圣火可攻可防。恭喜您体悟自然大阵琉璃神阵，阵道开始晋升，提升进度达到1/10。自然神宝的自然大阵可以提升我对阵道的体悟，岂不是说只要我凑齐10个自然神宝，阵道就能进入小成？依然，把这9转魂莲收进自己的魂海之中。恭喜您9转魂莲扎根于魂海之中，体悟神魂9转之玄妙，神魂之道开始晋升，晋升程度1/10。还有这一枚丹药是神品如意丹，功效是全方位提升修士肉身、灵气和神魂强度，是打根基的丹药，炼气性服用最佳。这，我炼气8重了。传说九霄剑仙留下的九霄剑匣，不但是传承，还是一种考验。你试试看，能否打开九霄剑匣？不错不错，你能引发异柄剑，已然是天赋绝佳。我估计九霄剑匣在天机堂手里这么长时间，都没人能打开它。剑开2把，哈哈哈哈！好，好，好，剑开2把，算是千年一遇的剑道天才了。老师，我感觉还可以再来一把。剑出3把，你
你居然一举击出九霄剑匣3剑！有了这3剑，伏地级仙门的筑基天骄来了，你都可以一剑斩之。自少年握剑之日，伏就是未来的剑道魁首，绝世剑仙。伏之剑可斩亿万生灵，亦可守心中1寸天。恭喜您体悟绝世剑仙剑意，您剑骨正剑心，剑道正在晋升，晋升程度3%。这就剑道入道3%了。如今我剑道入道，悟出了前3剑的剑意。若是想再开3剑，要自身剑道小成才行。哼！七师姐，你看，小师弟回来了。小师弟，你快过来和七师姐解释清楚啊！这紫竹林是你轰的。你就是小师弟，我是你七师姐雨飞仙。不错，这就练7、8重了。师弟林言，见过七师姐。七师姐，紫竹林确实是我毁掉的。我知道啊，行云掌嘛，肯定是青衣那丫头传给你的。那你还考我？考你怎么了？你不知道我们无量山一脉有个传统，就是老小是用来疼的吗？这是什么时候的传统？我怎么没享受过？我也曾经是老小啊，咋就没人疼我？你现在疼不疼？疼。那不就得了？哦，你是想让师姐我再疼疼你？小师弟别怕，师姐可是最疼老小了。来，让师姐闻闻看，你有没有偷吃别的炼丹师炼的丹药？小师弟，你竟然吃别人炼制的丹药！那个师姐，我吃了1颗如意丹，是天眼道君给的。天眼道君，那个炼丹菜鸡还天天给别人发丹药，下次我再找他算账。以后不准吃别人给的丹药，外面全是炼丹菜鸡，他们炼的丹药都有毒，给狗，狗都不吃，以后不准吃了，记住没？你牛逼，你炼制的丹药是无毒，可你也没少拿我们试丹吧？无量山上下，谁敢随便吃你的丹药？大师兄见了都得跑。不行，这天眼道君的丹药太毒了，师姐得好好为你解毒。七师姐，那12师兄怎么办？再烤下去，他就要熟了。没事儿，熟了正好吃烤全狗。天不生我与飞仙，丹道万古如长夜。写的不错吧？师姐我在一触一记之中看到了这2句话，觉得很有意思，就稍微改了改。见过的人都夸我写得好，说不好的人都被师姐你放火上烤了吧？走。七师姐，炼丹师需要这么多丹炉吗？其他炼丹师1口就够了，不过师姐我天资绝世，可以让这些火焰自行炼丹，一次可炼10几炉，是外边那些炼丹师的10几倍。来，过来，再让师姐闻闻。天眼道君应该是超常发挥了，这如意丹的丹毒倒是不多，应该很好解。恭喜您观看雨飞仙熔炼药性，悟道淬炼药性手法，化药8式。
差不多了，这样应该就能化掉小师弟你体内的丹毒了。等等，师姐，你说应该？师姐，你没给人解过如意丹的丹毒？对啊，世上丹药那么多，每一种丹药的丹毒都千差万别，师姐我不得先推演推演？再说了，咱们无量山乃是修仙名门，弟子个个天资卓绝，谁会去吃那种垃圾丹药啊？那个师姐，要不这丹毒咱们不解了？我觉得我还能再撑撑。进去吧你！看吧，我这以毒攻毒的法子绝对有效，保准能把你体内的丹毒彻底化掉。这玩意儿有毒！小师弟，你这也不行啊，胆子也太小了点儿。我刚刚可是往里丢了一株七叶花，那可是剧毒之物啊，毒性霸道无比，可噬骨化血，稍有不慎便会丢了性命。你连这等剧毒药材都不认识，日后在外行走，万一遇到一个无良炼丹师，就喜欢暗中下毒，你该如何是好？到时候连自己中了什么毒都不知道，岂不是任人宰割？要不然师姐，你教我炼丹吧，这样我就不会认不出药材和毒物了，也能自己解毒了。这里有300门炼丹手法，涵盖了凡品到玄品的各类技法，你先一一记下，找出最适合你的法门。等你真正学会炼丹，熟练掌握各类技法之后，再尝试自创属于自己的炼丹法门。好，多谢师姐，我一定会好好学的。恭喜您丹道入道，成功领悟丹道精髓，推演出玄品炼丹法门玄丹诀。创法道院，师弟，你竟然创法了，这怎么可能？凭什么我乃天生丹仙之体，苦修到合体期之后，才勉强创出属于自己的炼丹法门，而小师弟不过是看了一眼就直接创法了？难道我这所谓的丹仙之体是假货，还是说小师弟的天赋真的逆天到了这种地步？七师姐，我学的差不多了，已经领悟了一门炼丹法门，现在可以开始炼丹了吗？这是凡品下界丹药，驻颜丹，药材和丹方都给你，你先试试手。师姐，咱们这一脉的炼丹师也太厉害了吧！这丹方上竟然只写了所需药材，根本不拘泥于固定的步骤，只要有对应的药材就可以炼丹了。那是自然，我们这一脉的炼丹术向来独树一帜，厉害着呢。你不用太拘谨，凭感觉来就好。真正的炼丹天才都是靠感觉就能炼出好丹的，我才不告诉你，真正的丹方都写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的，不仅有灵药淬炼的先后顺序，还有火候的大小、炼制的时长等详细信息。我今天非要故意打击你一下，看你出丑。要是小师弟第一次炼丹就成功了，我这个做师姐的日后哪还有脸面调教他？说不定还会被他超过，那也太没面子了。我真是个大聪明，这样一来，就算他失败了，也只能怪自己没掌握诀窍。师姐，我想借个丹炉用来炼制驻颜丹。这是玄品丹炉琉璃寒光鼎，是师姐我曾经初学炼丹时用过的，炼丹效果极好，不易炸炉，今日就送你了。多谢师姐，师姐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利用这尊丹炉，认真炼丹的。小师弟这炼丹手法还真是惨不忍睹啊！就这么胡乱灼烧药材，连火候都不会掌控，这丹炉不炸才怪呢！等会儿看你怎么收场。小师弟啊，你这御火之术可还不过关啊！凝丹之时，丹火的温度一定要均匀稳定，必须确保炼丹炉内的每一处温度都是平衡的，这样药材才能充分淬炼，才能凝聚出丹药。你看你这火焰，忽冷忽热，时强时弱，这样怎么可能凝出丹药呢？咦，奇了怪了，这丹炉怎么还没炸呢？不对，哪来的丹香？这分明是丹药快要炼成的气息。开始成丹了，怎么还没炸呢？香味越来越浓了。坏了，不会真让这小子炼成了？炸！给我炸炉！
还请师姐点评。见鬼，居然真的练成了！不是，你到底是怎么练成的？师姐，你说什么？没什么，练得很不错。这一炉驻颜丹品相完美无瑕，是上等品质。你第一次炼丹就能练出这般品相，放眼整个师门，仅次于你师姐我，居然生出了细密完整的丹纹。这小子明明是第一次触碰炼丹，不仅一炉成丹，炼出的丹药性饱满纯粹，无半分杂质，无一丝毒性，足足54枚，枚枚皆是精品。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都是师姐教导有方。那是自然，也不看看你师姐是什么本事。6子丹药，代表着6种完全不同的丹药。这小子一炉药材炼出6种丹药，所有的丹药配比也都是小师弟自己推演出来的。我还等着小师弟炸炉，原来小丑就是我自己。七师姐，我这算是炼丹成功了吗？勉勉强强还算合格吧。那什么，我还有事，你先回去吧。你小子也挨揍了吧？喏，这是师姐送我的炼丹炉。什么？这可是老师送给七师姐的第一顿炼丹炉，怎么可能会送你？不会吧，不会吧，不会吧，不会有人被揍了一顿，还什么也没得到吧？小师弟，快把我放下来！七师姐走了。这你都知道？那是，我黑月12可是狗，谁的鼻子有我灵？相信我，七师姐的气息不见了，快放我下来！可万一我把你放下来，师姐回来把我烤了怎么办？不会啊，七师姐考我是她心情不好，她现在出门了，肯定有人倒霉，到时候心情就好了。12师兄，小师弟我学习的法门好像有点少，要不你教教我？你也不想继续遭受七师姐的折磨吧？行，你要学什么我都教。咦，小黑，你怎么又被挂上了？再饿也不能烤自己呀！老师，救救我，救救我！小黑呀，别怪为师让小雨为难你，不好好修炼的狗容易上桌。老师，弟子如今的修为已然遇到了桎梏，你快指点指点我，再不突破，七师姐真的会把我炼成丹药的。现在知道怕了，早干嘛去了？这是枚麒麟令，可以让你前往麒麟族，进入登仙阁静心悟道，突破桎梏。谢谢老师。林岩，该你了，请老师指点。你的天赋太惊人，剑道、阵道、丹道，还有修行，似乎所有的桎梏在你面前都形同虚设。为师有一个直觉，驾驭万道，天下无双，这才是你的道。对你这样的妖孽来说，筑基远比其他修士更重要。弟子该如何筑基？这世上有一种筑基法门，源自于上一个纪元，是那个纪元最强的筑基之法，此法为3元筑基法。寻常修士筑基会以灵气筑仙台，3元筑基能铸造3个仙台，让你的灵气、肉体、神魂3元归一，拥有极境战力的9倍。极境是什么？极境便是一个修士单一境界所能抵达的极限巅峰力量，就如你大师兄石惊仙，如今便是稳稳站在极境之上的顶尖强者。你若能修成3元筑基，同境界之中，你的战力便是你大师兄的9倍。如此强大的筑基之法，大师兄修炼了吗？小石头啊，他肉身无敌，可惜神魂差了点。或许我们这个时代，你是唯一有希望修炼成功的。老师，你也是走的3元筑基？老师当年年少轻狂，自认为资质天下无双，有机缘巧合之下得到了3元筑基之法，自然是要拼一拼。原本我以为成功了，没想到资质终究是差了一点，为求活路，只能自斩一元，断掉修行之路。咱们修行讲的就是一个随心意，这是老师当初的选择，时至今日，老夫也没后悔过。3元筑基之道太过惊人，完全打破了规则，若是能成，自然是无敌于天地之间，可一旦失败，哪怕是有缺陷，都会中途夭折。林岩，你可畏惧？老师，弟子
生而无畏。人死卵朝天，不死万万年。穿越带系统，修仙还畏首畏尾，不如找块豆腐撞死，没准能穿越回去继续看学习资料。哈哈哈！好，这玉简你拿着。多谢老师，弟子定不会让老师失望。本座研究三元筑基法这么多年，早就想到了退路，就算是失败了，也能让林岩不走当年的老路。以如今的修为，炼气已然9重，下一步就是圆满。你先回去好好研究这法门，为师会为你准备筑基之物，确保你胜算提高3成。恭喜您体悟三元筑基之道，悟出三元一体的玄妙，将龙息水、引气诀、元神诀成功融合，推演出新的法门三花聚顶。是无量山，无量山怎么会有异象出现？这是三元筑基法，可是不对呀！当年王师道三元筑基可没这么大的动静，更没有这等异象。花聚顶，还是小看了这小子的悟性。传说无错，真正的三元筑基一旦成功，未来三花聚顶将有大道之力洗礼自身。原本以为至少还有10天半个月突破，本座也有时间准备筑基之物。怎么转个身的功夫就突破了？王师道，立刻准备筑基之物，切莫影响了林岩筑基。老夫手里有一枚八宝水灵珠，先给林岩突破。不行，八宝水莲珠虽然不错，却配不上林岩的根基。王师道，此时你哪里还有的挑？比八宝水灵珠更好的筑基之物，哪个不需要10天半个月准备？林岩可等不起呀！小宗所有修士听令，谁手里有至尊筑基之物，即可送去无量山重赏。灵经9窍10文金凤舞，是我们仙小宗这么多年来攒下的4件至尊级灵物。多谢宗主。动静！该死，4件至尊灵物还不够。老夫可助林小子一臂之力。这是3000年才能凝聚一枚的仙酵树种子。还不够！哈哈哈！小师弟，师兄们听说你夺得9宝魁首，特意去给你找了个小礼物。接着，混沌石，这可是真正的仙物啊！胃口这么大，早知道把那位道君绑了，说不定还有别的。大师兄，关键时刻还得靠我。小师弟，二师兄为你备了一份厚礼，收好。这朱雀火种，这可是上一个纪元的神物啊！恭喜您体悟朱雀火种，朱雀之道入道。朱雀火种都不行，好的很啊！原本老夫以为老夫当初的3元筑基只是差了一线，原来是差得远呢。老师，现在不是感慨的时候啊，小师弟要急。放心，今日谁也阻挡不了老夫的弟子筑基。这是黄泉令，8大禁区之一的黄泉禁区的信物。黄师道想问黄泉借一枚3生石，来请成全。两清。黄师道想问灵山借一颗菩提子。
林岩，这是为师从八大禁区借来的筑基宝物。三花聚顶成了！上一个纪元最强的筑基法门，而今终于问世了。不知他到底强大到了何等地步？成功了，而且一举突破筑基3重了。弟子林岩，多谢老师，多谢宗主，多谢仙霄子前辈，多谢2位师兄成全。你是我仙霄宗弟子，本座出手，情理之中。你小子若是有空，可来仙霄福地深处陪老夫喝茶。老师，弟子有一物。筑基3重，全无战绩，这也能登上筑基绝代榜第1？天机堂这是收钱了吧？这林岩，好惊人的修炼速度！玉明子的拜师大会，而今过去还不足1个月，林岩从炼气4重晋升到筑基3重了。罗天师兄，不好了，你筑基绝代榜第1的位置被抢了！什么？是谁？仙霄宗林岩刚刚突破筑基3重修为，没有任何战绩。别人都说天机堂收钱了，不然不会如此乱来。未曾一战，直接登顶，有没有实力？打一场就知道了。72福地真是越练越回去了，筑基3重都能登顶绝代榜第1。主上，八大禁区这一次不是组织了年轻一代的历练吗？要不您去会会他？也罢，刚好去天魔福地带些天魔酒回来。你未曾一战就登上绝代榜第1，怕是不止各大圣地天骄，就连八大禁区的天骄也会找你约战。八大禁区，是老师您刚才救助的那些人？不错，大罗城是上个纪元留下的遗迹，里面有诸多宝物和法门，每16年开启一次，因此八大禁地每16年就会派出年轻一辈出来历练。每这个时候就是绝代榜前10最痛苦的时候。你如今登榜，他们必然会来挑战你。噩梦！他们哪次出来不是被我打得鼻青脸肿？俺也一样。小师弟，大罗城的开启之法掌握在八大禁区之手，因此你如果想进去，就在碰到八大禁区之人的时候，死里走。对，他们就是一群贱皮子，你做的越狠，他们越想拉拢你。师弟记住了。老师，这是弟子根据刚才三花聚顶推诉出的法门，三花聚顶修炼法门，或许对你有帮助。你的自创法门？哈哈哈哈哈！此法之玄妙，或许能让老夫续上断掉的修行之路。小石头，你把这法门誊抄一份，留着体悟。谢谢老师，谢谢小师弟。老师，我呢？你资质太垃圾，不配，给你也看不懂。等我拆分开再给你看吧。画个圈圈，诅咒你！
挑战你。林岩，我要挑战你。你是谁？浩洋福地，罗天，原来的筑基榜第一。你不是我的对手，是不是？要打了才知道。我的挑战敢不敢接？老师、大师兄、二师兄，我先去会会他。去吧，记得点到为止，莫要伤了性命。是。给你个机会，你先出手吧。我一旦动手，你就没机会了。狂妄！呀！这怎么可？给你机会，你也不中用啊！再来，浩洋枪！太弱了。怎么可能？我的浩洋家居然破了！你输了，回去吧。小师弟，你的实力还真是恐怖。若是在同等境界，怕是师兄也不是你的对手。大师兄说笑了，我就是运气好，险胜一招。小师弟，你太谦虚了。不过，你的麻烦还没结束。禁区仙域，周小白前来拜山。仙虚周小白前来拜山。藏仙谷，严九仙，请林道友赐教。禁区魔土刘洋，请绝代榜第一赐教。8大禁区的人都来了，我不信你还能赢。大师兄，我记得老师说过，当年您压着8大禁区的人打。没错，小师弟不用怕，区8大禁区而已，不值一提。就算是你那专门练气的二师兄，当年都能轻松压着他们打，你肯定也行。大师兄，你什么意思啊？瞧不起我练气？大师兄当年真的筑基圆满，真的能压着他们打？那还有假？那就好。老师说，我若是3元筑基成功，铜镜是大师兄你的9倍战力。如今我筑基3重，应该足以抹平小境界上的差距了吧？臭小子，胆儿肥了啊！现在都敢拿你大师兄开涮了。林岩，你什么意思？难道是不敢跟我们打？你是谁？黄泉禁区谢长安，主修御师之道，也擅长刀之一道。刚好，12师兄也传了我一门刀法，名为极寒刀。请赐教。厉害！再来！极寒刀。这小子的天赋是不是太妖孽了？不运用任何灵气，仅仅自身的刀气就能有这种威力啊！我记得小师弟不是用剑的吗？林岩的天赋很强大，他会的不只是刀和剑。刀道我不如你，筑基绝代榜第一，名副其实。什么？他不过是筑基3重而已，连黄泉禁区的天才都不是对手。玩尸体的，你可别瞎说，是否名副其实，可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。这位师兄是仙虚周小白，我最擅长的是枪。枪的话，周师兄你得等等，我先学一学。大师兄，我想学枪。给，这还是我当年暴打仙虚弟子时他送我的。这枪，这可是我们仙虚最强的枪法，不会以为临时抱佛脚就能赢我吧？我当年可是学了好几年。恭喜您，岁月之枪达到完美之境。什么？你学会了？宣只是看一眼，就学会了。周师兄，可以开始了。真的？师弟确定不用再赶屋3、5日？放心，我不急。没必要，
已经足够。我倒要看看学到哪一步。这个枪艺比我的浩洋枪强大无数倍，同样是筑基境，为什么差距会这么大？这竟只是看一眼就能和我比肩，不信岁月之枪！这小子悟性是不是太逆天了？领悟岁月之枪尖尖体系就达到了这种程度，就连当年我遇到的那个仙虚弟子都没这么强。这悟性如果让小师弟跟着我学习练气，岂不是什么仙宝神宝随便造？这种枪艺，我的浩洋枪连面对的勇气都没有。筑基绝代榜第一，实力果然非凡。不可能，这是时间之道，你不过才领悟几息而已，怎么可能从岁月之枪中领悟时间之道？你领悟了这么多年算什么？算你勤奋，算你勤奋。周施主，你赶快服下丹药疗伤，接下来交给小僧。林施主，接下来由灵山来讨教一番，如何？你们连败2人还要打吗？那你出手吧。施主小心了！山天花指，拳皇指。功法、枪法、指法都这么厉害，学这么多，他不累吗？师傅，我记得小师弟开始修炼还不到1个月吧？本来以为我们已经天下无敌，小师弟这是天上来敌啊！再来！刚好，我也懂一点掌法，大威乾隆，涅槃剑山，后土如山印。诸位，还要比试吗？刀道、枪道、指道、掌道、肉身之道，我们已然不是林师弟对手。这可不一定啊。虽然战斗之法我不是林师弟的对手，但是论其他的，我三仙殿可不一定会输。就是不知道林师弟敢不敢比试一番。三通，你是演都不演了，你还指望师弟什么都会不成？三通，好有颜色的名字，是我想的那个三通吗？不知道这位师兄想要比试什么？林师弟，我名三通，就是因为阵法、炼丹、炼气我都精通。不过直观一点的就阵法吧，不知道林师弟有没有修习过？略懂略懂，还希望三通师兄手下留情。老师，师弟才修行不过1月，怕是不懂阵法吧？是啊，我也还没来得及教他练气。哈哈哈哈！你们都被这臭小子的表象骗了。虽然他修行时间短，但是阵法和炼丹的造诣也不弱。夺宝仪式上更是借助阵法一道，横扫上千同境修士。什么啊？林师弟，看好了，我布置的是一个迷幻阵，不会伤到你。若是你破不了，就要赶快认输，不然你要丢人了。哼。小师妹，你怎么来了？师兄错了，师兄这就跪，你别生气啊。林岩，你怎么跑外面去了？三通啊，小师妹是谁啊？小师妹，我错了，我这就跪。滚！我告诉你们，今日之事若是泄露出去半分，我把你们都杀了，都杀了！是吗？我刚刚可是将画面都记录下来，若是我出了事，我保证今日之事会在三仙殿轮播个7天7夜。你们，林岩，你臭不要脸，居然在大阵中下毒！
不行，我憋不住了。林岩师弟，你能连败他们，确实很强。不过师姐也有一剑，不知道你能不能接得住。不知这位师姐是藏仙谷严九仙，原来是八大禁区之首，藏仙谷的严师姐。你这话说的中听。藏仙谷什么时候成了八大禁区之首？通知我们了吗？怎么，你有意见？有意见憋着。这样的话，我也要领教领教你的高招了。你的岁月之枪勉强大成而已，不是我的对手。我还就不信了，打不过林岩这个怪物，还打不过同为禁区的你。严九仙，来战！好快的身法！这是藏仙谷的虚空步，据说要领悟出虚空之道后才能修炼成功。虚空之道和时间之道一样，乃是最难领悟的大道之一。没想到严九仙已经领悟了。恭喜您领悟虚空之道，虚空步达到完美。这就是虚空步吗？好像也不难。服不服？我不服。那你滚吧。严师弟，如何？可敢一战？师姐，你不是我的对手，而且我不打女。那可由不得你。虚空之道，你怎么学会的？好小子，我还是低估了你的天赋，仅仅看一遍就领悟了虚空之道。这世间还有什么是你学不会的？师姐，看一眼不就会了吗？这也不是很难啊。啊，难道师姐你学了很久？不行，林爷，你必须和我打一场。啊，落霞剑，这可是仙宝。好剑，若是能感悟其中的剑意，我的剑道肯定能更进一步。师姐，要打也行，我有一个条件。你说，若是我赢了，师姐这落霞剑可否借之一观？你若是能赢，别说把剑借你，就是把我给你也行。仙法剑诀，仙法剑诀，这可是和九霄剑诀齐名的四大剑诀之一。我要验牌，这可是仙品法门，是筑基境界能领悟到的吗？来得好！好剑，好剑，当真是好剑！林师弟，你若是还不出击，会输的。那我可真出剑了。凡霄剑，只是九霄剑匣内级别最低的一把剑，凭这一剑，怕是还不够。够不够？那要试了才知道。我有一剑可纵横14州，不知道师姐能不能接？仙法，一剑光寒14州。What do you see before it's over? 这败了，就连仙品法门都打不过，这是什么怪物？同样是筑基境，差距就这么大吗？他明明才筑基3重啊！确实有点离谱了，我当年也没这么强。给你。
喜您，体悟仙法剑意，剑道晋升程度达到6/10。我去，这摸一下就领悟了，这对吗？人眼确实比我们强太多了。仙法剑意，只是体悟了一下落霞剑，就悟出了仙法剑意，这怎么可能？行事！我3岁开始就日日抱剑而鸣，以落霞剑的剑意滋养自身，还比不过他一瞬间领悟的剑意纯粹，气死我了！多谢师姐。不气不气，气死了无人替。林远，你若是想学仙法剑意，可来藏仙谷。有机会我一定去。林岩，我知道你是怎么让我中招的了。你这家伙居然把曼陀罗花镇魂香以及逍遥散混合在大阵中，让我中招而不得而知，还得拉的接近虚脱，你真是坏的冒烟了。现在我通体舒坦，修为桎梏都开始松动了，也不知是该怨你让我丢人，还是该谢你助我突破。哼，说对了。我三通从不欠人情，这个给你，日后有我三通帮得上的，说话。不过我怎么感觉你这手段和我家老师时常提到的一个人很是相似啊？谁？雨飞仙。你老师是怎么形容雨飞仙的？坏的流脓，缺德带冒烟儿，卑鄙无耻，800个心眼儿。总之没一句是好话哦。他就是你们仙霄宗的。她是我七师姐。这位师姐，你抖我身后干什么？怪吓人的。可她就是我七师姐。飞仙师姐，我错了，要打要罚，随你。哼，行，刚好缺个实验对象。哎！哼，小师弟，你这也太坏了！我原本还想把筑基绝代榜前10全都打一遍，可刚打一半你就拿第一了。要不师姐，我们打一场，我把这第一让给你。呸！你当我傻啊？藏仙谷的弟子都打不过你，我和你打不是找虐吗？我可是大聪明，你休想骗我。前几天林岩才练气4重而已，几天不见，居然已经筑基绝代榜第1了。林岩，既然比试已经结束了，我和你说说大罗城的计划。好。大罗城16年开放一次，每一次进去的人都有人数限制，一共是108个，也就是我们8大禁区的人和筑基绝代榜前100名。进入大罗城后，不管找到什么机缘，都是自己的。不过要把去过的地方绘制成地图，交给我们。你们要地图干什么？我们也不知道需要地图干什么，这都是老师吩咐的。没问题。那好，我们3日后出发。大师兄是来给我讲大罗城信息的？不错。大罗城有多大，连师兄我都不知道。不过你们不用担心安全，在里面死亡只会被传送出大罗城，不会真的死去。不死之地。不错，那里白天没有危险，晚上会有阴兵过境，百鬼夜行。当年大师兄我曾看到一座山，山上有滔天的宝气，绝对有好东西。不过我没能上去，被一股恐怖气息逼退了。
算了，差不多了，剩下的你进去之后就知道了。时间也差不多了，你们可以出发。分心之前，分心姑奶奶，你就放了我吧，我真的被压成干净了，再试一次，我就该去不了大洛城了。三通师兄，至于吗？至于吗？3天，你知道这3天我怎么过的吗？3天连吃348度弹药，炸罗292次。小师弟，你来的正好。原来这世间真的有一次炼丹81炉，每一炉都可以承担81的炼丹法门。我知道啊。你知道？是啊，只要一心81用，就能一次承担81炉。那你不早说？那你也没问啊，我怕我说了，你说我吹牛逼。你滚，都给我滚！义父啊！我终于摆脱那个魔女了！咦，离我远点儿！你鼻涕要蹭我衣服上了。好了，小师弟，我们该出发了。我来带路。哎，嘿嘿，李师弟，你看我牛逼不？啊，这你也有吗？不是你想的那个。我这空间法宝蕴含着虚空之道的大阵，可以直接于虚空之中跳跃。这上面的每一个光点都是坐标，只要选择坐标，就能自动飞行。炼制难度极大，可不是一般人能拥有的。三通师兄，你既然精通炼器、阵法与炼丹3道，涉猎如此广袤，可否传授师弟一些炼器的基础知识？没问题。这玉简内记录有我们3仙殿这些年汇总起来的炼器材料信息，你先记一下。多谢三通师兄。恭喜您体悟3仙殿心血结晶，明悟炼器之理，炼器之道入道。原来这虚空舟是利用虚空之石配合法阵炼制成法宝后，就能在虚空中穿梭。我去，林师弟，你这么快就看出了虚空舟的原理？这里面是一些炼器法阵，你可以先熟悉一下。我们到地方了。林岩小友，前辈请稍等。周师兄，你的枪借我用一下。拿去。前辈，您刚刚要说什么？没事。无量山的人还真全都是800个心眼。小师弟，你也太坏了。好了，既然人都到齐了，我们去打开大罗城入口吧。大罗城出现了，10息之内，所有人进去，1个月之后，自然会被传送出来。走。很好，这一次他们8人都被传送到了陌生地区。等他们出来后，我们推演出来的大罗城又能完善一大截。仙气宗，三通那小子出现的位置是仙气宗。计算没错，上个纪元确实有一个叫仙气宗的宗门，只要找到另外4大邪门，就能确定大罗城就是消失的上一个纪元。可惜定位法宝只有8个，不然我能更容易探索大罗城。这就是大罗城吗？这些星辰
是一座大阵。原来这个上古宗门叫仙罗宗，不是天黑后百鬼夜行吗？这怎么是个狗窝？我都怀疑12师兄是老师在这里捡回去。不是天黑后百鬼夜行吗？这怎么是个狗窝？我都怀疑12师兄是老师在这里捡回去的。仙法！你们怕仙罚建议，那倒是方便我了。恭喜您体悟匾额内的剑意，剑道晋升程度达到10%。只是感悟片刻，就把剑道堆满了，这到底是何方大能留下的字啊？似剑非剑，这是道，原来如此。我今日悟道，第一剑问道。这怎么回事？大罗城入口怎么会突然出现这种异象？这种异象前所未有，而且蕴含冲天剑意，到底是哪位剑道高手引发的？第二剑得道。这是林岩？怎么回事？林岩干了什么？为什么会出现一朵莲花？林岩的身影为什么会在上面？仙道花开，大势将至。罢了，老夫便走一趟藏仙谷。仙道花开，大势将至，老祖还真让你说对了。难怪天机堂为了给林岩那小子点9宝灯，连9霄剑匣都拿出来了。天机堂提前落子布局，宗主可以前往一趟藏仙谷了。行，那本座这就去一趟藏仙谷。这是谁？他身上并无我们8大禁区的定位至宝，他的画面怎么会出现？和我们8大禁区的弟子显现出来的画面完全不同。阿弥陀佛，贫僧看着像是无量山的林岩，筑基绝代榜第1。不用看了，仙道之花已开。恭喜您悟出2式剑诀，剑道小成。剑道小成，虽然只有2式，但绝对是罕见的至高剑道。这石碑倒是和绝代榜有些相似，很可能是上一个纪元的强者所留。气息丝毫不弱于8大禁区的弟子。羽化榜第1000名，司徒长青，请师弟赐教。这羽化榜到底是什么东西？
什么样的宗门能培养出这么多的绝世天骄？排名前3的天骄，可是何等存在？还以为要跟我装个大的，没想到太拖大了，太弱了。好惊人的剑意，这已然有了剑仙雏形。他手上的是什么丹药？9道丹纹，价值连城，价值连城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如果林岩愿意，我愿意用一件仙宝去换。这是什么丹药？9道丹纹，丹纹不是只有1道吗？吃了！暴殄天物啊！该死的王八蛋！这丹药的研究价值远比仙丹高不知多少，就这么吃了，怎么不吃死你啊？三仙，你啥意思？吃死了林岩，你赔！恭喜您，炼丹之道更进一步，炼丹入道，晋升小成，达到1/10。重铸根基，固本培元，仅仅1颗丹药就让我提升到了筑基5重。这炼丹之法太玄妙了，不过还要再来几颗，我才能推演出炼丹之法。再来，师弟林岩，请师兄指教。不是师兄，是……师兄师姐都一样，我赶时间。涅槃经，这是我佛的涅槃经。南无阿弥陀佛，本座愿意以魔徒之主一辈子单身作为代价，祈祷这涅槃经是完整的。老秃驴，你礼貌吗？仙霄宗主，林岩出来之后，你看能否帮我说说，让他把这涅槃经给本座看一眼，本座必有重谢。说不了一点，他是王师道的弟子，你自己找王师道说去。也对，无量山的事情，找王师道比找你靠谱。这法门好像和元神诀一样，只是一卷总纲啊。算了，我现在没有时间推演，继续挑战。恭喜您，丹道小成，气道小成，神魂之道小成，枪道小成，达到筑基7重境界。这石碑还真是个好东西，短短几天就让我实力提升这么多，现在的我至少比之前强上100倍。继续，第10名。难道说，这第10名的奖励就是这通道尽头的池子？石经仙到此一游，大师兄也曾经来过这里，他还有这种爱好。本座想起来了，当年石经仙在一处机缘之地一拳覆灭3000甲的阴兵之后，传送到了一座山前，后来就被一股恐怖气机逼退。是这里。
这是丹液，其中药力极其恐怖，刚好可以一边修炼一边感悟之前的奖励。筑基8重了！体悟涅槃经，心有所得，领悟涅槃精深，涅槃之道入道。南无阿弥陀佛！涅槃金身居然短时间就练出涅槃金身，而且已经涅槃入道了。本座3重涅槃已然是涅槃金身的最高种，可是论纯粹却不及林岩领悟片刻。林岩手里的肯定是完整的涅槃经。很好，3花聚顶再加上这涅槃经，修行速度已然是达到极限，可以试一下炼丹了。还是差了一些。气死老夫了！杀了他！我要杀了他！取老夫刀来！王八蛋呐！9道丹纹的丹药全让他吃了，一颗都不给老夫留啊！现在就连7品丹药都倒掉了，他知道这些丹药有多珍贵吗？我要杀了他！你进得去吗？呵呵，真是气糊涂了。林岩自己都炼制7道丹纹丹药了，我还着急个屁呀！等他出来开个好价钱，让他帮我炼一炉不就好了？成了，9道丹纹，一次承担81枚，要被传送出去了。始终只能修行3日，继续挑战，看看能不能再次进去。这是丹火！神品丹火，紫元天灵火，上古纪元的珍奇。丹火，这可是上个纪元的天地灵物，我们罗浮世界根本没有。这小子的机缘让老夫嫉妒啊！筑基圆满了。自从打进前10名后，每一个出现都是和大师兄一个级别的天子。不知道你们3个有多强，不知道能不能让我出第2招。继续！操，这小子也太无耻了！羽花榜前10名都是和石金仙一个级别的天才，这小子一见一个不说，还搞偷袭！魔土之主，我怎么感觉这青年身上的魔道真意，似乎像极了你们魔土魔性？偷袭！心魔领域！林岩这小子，终究还是太自大了。心魔领域可是我魔族一脉最强的血脉天赋，其中威力恐怖无比。什么？明白了，你刚才是想让心魔侵袭我，我还以为你在摆造型呢。心魔舞！这怎么可能？你也不行，下一个吧。以身为器。恭喜您将以身为器修炼至大成。我的肉身力量又强大了一大截，
这以身为器的法门，竟然是将肉身当做法器修炼的仙品法门。只要修出一种达到大成，就能叠加一众大道烙印。这种永无止境的法门，才是击败第3名的奖励。不知道第1名会是什么？小孩儿，你哪来的？去叫你家大人过来。我很强的。小孩，我下不去手啊。我爹是弥天世尊，你打不过的。什么？上古纪元佛祖弥天世尊的儿子？弥天世尊怎么会有儿子呢？我愿意以1辈子单身作为代价，让你们灵山永远收不到这样的弟子。你滚！切，谁让你丫的刚才拿我许愿？我不和你打，你是小孩，打赢了你，我没好处。我有佛门6通之术，相当于6种法门，还有拈花指、涅槃金身、大罗汉拳、步步生莲，一共是10大法门。你接我一拳，我给你1道法门，反正10次之后还打不过你，也不用再打了。行，动手吧。涅槃金身，拈花一指。佛门6通，这可是我们灵山都没有的法门。他真的是弥天世尊的儿子？嚯！大罗汉拳！不打了，你和思雨姐姐一样，都是怪物，我打不过你。愿赌服输，这是我佛门10大神通。恭喜您将佛宗6通之术大罗汉拳、步步金莲、拈花指修炼到大成。恭喜您体悟涅槃金身法门，涅槃之道晋升程度1/10。这不过是瞬息间，居然就领悟了我佛门神通。天杀的王世道，怎么就把我佛道未来的世尊给抢了？嘿，他是我现霄宗未来宗主。仙罗经，这里难道是仙罗宗？这也是一卷总纲。恭喜您融会仙罗经于一炉，3华聚顶筑基篇晋升为金丹篇。金丹篇，如果我修成3元金丹，会有多强？我的天，羽化榜前3，2个像小孩。这个小女孩也是3元筑基。你竟然和我一样，都是3元筑基，而且看起来比我还强。小哥哥，仅凭你手中这把剑，可不够哦。剑，我还是有几把的。剑匣，我哥哥也有。不过，如果你只有3剑的话，不是我的对手。是不是对手？打过才知道。
我要认真了。先法！哇！去！这两个小家伙，好强的肉身力量，好凌厉的剑意。小小年纪，战斗经验竟然如此丰富。小哥哥，你要小心。我哥哥说，此剑铜镜之下，无人能挡，人剑合一。是啊，我的剑未尝不利。问道，一剑。开剑门！这小子剑仙之姿啊！这一剑，怕是金丹来了也要被劈成两半。小哥哥，你很强，我不是对手。承让。小哥哥，我们还会再见的，到时候你这一剑可赢不了我啊！什么意思？冠绝令，这块令牌居然能让我在大罗城随意穿梭。哪儿来这么多12师兄？怎么回事？流光掠影阵！该死！那个杀强盗当中传来的动静，为什么白天会有黑甲阴兵，而且实力强一大截？求救！必须求救！林师弟，我这里有大机缘，你快来！我这也有。哎呀，我常常因为脸皮不够厚而无法融入你们，求救都能说得如此清新脱俗。青衣，大罗城这么大，林师弟能找到我们吗？师姐，机缘呢？师弟，你别过来！一旦出现在这棵老榕树3尺之外，就会被攻击。打了我还想跑？居然还知道壮士断腕！我去，小师弟，你的肉身怎么这么强？这老榕树的枝蔓，随便一击的威力都比我强，你居然用肉身扛住了！先别说这个，这榕树怎么长腿跑了？榕树成精了！奇怪，
这株榕树体内灵气很充足，但怎么没有灵胎？算了，回去再研究一下。小师弟，你怎么来的这么快？对了，那边有一个洞天。我得到一枚令牌，能随意在大罗城内穿梭。我们去那个洞天看看。这么多，师弟，我们快跑！不用怕，看我一剑灭之。心法动！哇，小师弟，你也太强了吧！一击就把他们都消灭了。是啊，这些阴兵只是对付几个，我们都感觉吃力了。师弟，我们是不是可以去拿里面的宝物了？是啊。太好了，清月师姐，我们快走。两位师姐，怎么不听人把话说完？一件一件拿，得多久才能把这洞天搬空啊？好疼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的剑呢？我的宝物呢？这个洞天已经被我炼化了，宝物回去再谈。现在先去救其他人。李怎么还没到？该死，撑不住了！来了。后土如山印。不是，哥们儿，我要压盘！这群鬼魂折磨的我毫无还手之力，你一个技能全灭了，那我刚刚苦苦支持算什么？谢师兄，你说的机缘，该不会就是这口棺材吧？那是自然，对我们黄泉禁地来说，尸体就是最好的天材地宝。嘿嘿，师弟，你要是哪天不想活了，一定要提前告诉我，我黄泉收尸，价格高高的给。谢师兄，我劝你善良，不然我忍不住一拳打死你。那不开玩笑呢吗？林师弟，这可是合体期的尸体，肯定有很多好宝贝。尸体归我，宝贝归你，如何？行，开棺。谢师兄，你确定里面有尸体？我用望尸术看过，里面绝对有尸。这怎么可能？我明明看到了尸气。谢师兄，你说的是这个吧？这件圣袍法袍上被人布下正文，用望尸术一看，就和尸体一样。谢师兄，我们说好的，宝贝归我。师弟，那啥，谢师兄，我们去救其他师兄吧。林师弟，那仙鼎，我可是足足守了20几日，你就给我吧。林师弟，你看能不能给我个面子，把那一阵天魔经让你，这对于我族而言有大用。这位师兄，不是我不想还，只是师弟我最近要突破金丹了，手头有点紧，而且我突破所需要的金丹蜕变之物全都是至宝，
区区金丹至宝，包在师兄身上。可师弟我要的数量稍微给，多少都给。师弟我准备打造一座金丹宝池，我要让天下所有筑基圆满的修士都能晋升顶级金丹，这金丹至宝就拜托诸位师兄了。林师弟，你居然有如此宏愿，师姐我定然鼎力支持。是啊，全天下顶级金丹，那是什么样的场面？别说了，区区金丹至宝，等我们回了禁区，立刻给师弟搜罗。林师弟，这些至宝，师姐也不能白拿你的。既然你已经悟出自己的剑道，我这有一式剑法，或许对你有些帮助。林师弟，我这一剑乃是从仙人舞剑中悟出来的，你可看好。飞仙一剑，去！恭喜您体悟飞仙真意，剑道晋升程度达到10%。林师弟，怎么样？若是看不起，只能等3天后了。此剑施展一次，我要休养3天。看清了，感谢严师姐。三通师兄，快送我一程。行。又让林岩这小子跑了。走，去无量山堵他，必须让他把剑匣借给我们，观摩观摩。林小子，林小子，开门！林小子，开门！今天说什么也得把九霄剑匣借给我们。对，大家都是剑修，借我们观摩观摩不算什么。对，就是。谁敢欺负我小师弟，看我不有！小师弟，要不咱们跑啊？他们好几个合体大佬，师兄我有点咬不动啊。晚辈林岩见过诸位前辈，我知道诸位前辈都是为了剑匣而来的，晚辈自然也不会吝啬。不过这白白借出去，怕是对诸位前辈名声不好啊！传出去，别人还以为诸位前辈联合欺负我一个晚辈。林小子，少废话，想要什么尽管说，我们还能差你那点好处。对，说得对。那小子就多谢诸位前辈了。这上面的天才地宝一样一关。12师兄，你看在门口，让他们一个个捡。不是，你真当我是看门狗啊？你也不想七师姐知道你忽悠我把你放下来吧？你不就是看门吗？师兄，我最擅长。青衣师姐，这是九霄剑匣，前辈们进来的时候，一人可观摩20息，20息后换人。嘿，小师弟你真坏！放心吧，师姐我绝不让他们多看一眼。啊，林师弟，金丹之宝我们已经准备好了，你快来宗门广场。啊，这水到底怎么样啊？就是啊！哎呦天哪！诸位师兄师姐，哈哈哈！林师弟，你吩咐的事情我们都办妥了。这次回去之后，我们直接把禁区里的所有金丹之宝都拿出来。好，多谢诸位师兄师姐了。林师弟，你铸造金丹池，对整个修仙界有益，我们理当帮忙。对啊，以后谁突破金丹的时候，不得想到我刘洋？
好，既如此，我立刻开始铸造金丹池。天地为眼，大道为火，成！这小家伙又做了什么？怎么这么大的动静？九彩祥云，这是功德金光，这可是造化众生才能获得的功德金光，对修士有无穷好处。上一次出现还是元神诀面试的时候，没想到这几个小家伙竟然如此轻易获得了。我的根基圆满了。我也是，我也是。诸位师兄师姐，今日我们就一同破金丹。好，好。任此天却皆与是佛也仙功，征战沧海域，开天让影尘封，无天法眼中，玄象看虚空，玄象看月城，成功造成恭喜您，缔结完美气海、肉身神魂3元金丹。妖孽呀！才突破金丹，竟然就触摸到了法相天地的门槛。以前石金仙同代无敌，现在和他一个级别的弟子，我们八大禁区也有了。不错。你竟然修成了3元金丹之道！明天你到传功殿给几名弟子讲讲经验。是。上次来这里的时候，还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小白，这一次却是有了当老师的资格。当初老师怎么讲，你就怎么讲。哦，好。奇怪，总感觉这群学生没那么简单。算了，之前老师怎么教我，我就怎么教吧。气质。你个老东西！居然让林岩给他们这群禁区之主讲引气诀，他们交的课堂费可是足以让渡劫强者疯抢啊！切，我只是答应了让林岩讲课，可没答应讲什么内容。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们这群老东西来听课，都是为了林岩在大罗城获得的秘法机缘。林岩，我们来这里可不是听你讲气之基础的。糟糕，忘了提醒林岩，这个不能打。敲我脑袋！该死！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被后背敲了脑袋，有人丢大发了！你们两个笑得很欢啊！啊！这小子到底知不知道他讲课的对象是谁？他们可都是大宗派和禁区的老祖人物啊！不过我能笑他们1000年。好了，继续讲课。气，修行之本。正是因为有了气，才有了天地万道，才有了万法本根。啊！这是道月。
这老小子就听林言几句，居然顿悟了。这小子虽然讲的是最基础的演气，字里行间却蕴含无数大道。这一节课不亏。对我王师道来说，只是炼气一道，也足以横压当代。沉寂几百载，今日老夫便要破境。天地大道，尽家无神，合体！啊！这王师道居然把修行录续上了！积累几百年，如今晋升合体，竟然有27种大道真意。这位前辈，27种大道真意很强吗？你大师兄断层碾压同代，也不过24种大道真意，你说强不强？老师天赋居然如此厉害！这老小子修行路续上了，要不了多久肯定会追上我们。啊！以前我们那么嘲笑他，等他修为追上来，我们肯定挨揍。不如趁他现在修为低，先打一顿怎么样？阿弥陀佛，贫僧认为可以。林言，今日老夫以晋升之机，大道相合之力，为你留下一点大道之光。醍醐灌顶！王师道想以大道之光为林岩施展醍醐灌顶之法，这可是一辈子只能施展一次的秘法。林岩筑基期时便可同代无敌，如今修成3元金丹，再加上斗云加持，怕是连元婴境都能碰一碰了。恭喜您在醍醐灌顶之下，水之大道、火之大道、土之大道等27种大道入道。多谢老师。时间不早了，今日讲道就到这儿吧，你们赶紧滚蛋。林岩，走吧。好。哼，王师道能修炼了，现在不打，以后就没机会了。等会儿火梁山有什么动静，都别管。你走。那个老师啊，你撑住，我去给你搬救兵。师兄师姐们，快，带上西瓜和板凳。上！你们想干什么？我告诉你们啊，别乱来啊！老师合体了。他们在围殴老师，我们要不要去帮忙啊？要去你去，反正师兄我打不过。哦。你们打他关我什么事儿？打我干什么？哎呀！谁捅我屁股啊？顺手的事儿。王八蛋！别以为穿着黑袍我就不知道你们是谁！我的门牙！王八蛋！等我到了大城，一天打你们800遍！
还敢放狠话，继续打！哎呀啊！我的眼睛啊！我的眼睛！你们以后最好别落单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哎呦！那个老师，你没事吧？切，就那几个软蛋，我能有什么事儿啊？不行，此仇不报，我道心不同。今天开始，老夫我要去闭关。林岩，你和青衣也到金丹期了，也准备下山历练去吧。下山历练？小师弟，这是我们无量山的传统，突破金丹就下山历练。不如就去三不管洞天吧。三不管洞天是哪里？三不管洞天是一个被封印起来的小世界，也叫罗天世界。那里的人都是被罗浮世界联手驱逐的一群信奉丛林法则的恶徒。小师弟，你若是想去三不管洞天，九师兄我可以和你一起去。见过九师兄。哎，第一次见面没给你准备什么礼物。你们这次历练，我给你们当保镖怎么样？老九，你别忘了，上次黑月12和你去三不管洞天，回来的时候都变成黑月6了。若是林岩有任何闪失，我就把你扔进炼丹炉炼制毒丹。那个小师弟，要不我们这次去把小黑的半截身体找回来如何？好家伙，难怪说是黑月6，感情是身体被砍了一半啊。好，那我就去三不管洞天。既如此，青衣也和你一起吧。